今次事件源於前 Johnny 事務所成員中居正廣。2023年3月7號，英國廣播公司 BBC 向全世界推出咗紀錄片，揭發咗 Johnny 事務所多年嚟嘅性醜聞。原來呢一個只係日本娛樂圈醜聞嘅冰山一角。1年幾之後嘅2024年12月19號，日本嘅女性週刊女性7發表咗文章，揭發咗有關前偶像男組合 SMAP 成員中居正廣嘅醜聞，之後發展成富士電視台騷動。日本娛樂圈為大眾帶來娛樂同埋夢想嘅背後，隱藏住種種人際關係黑暗嘅一面。有一部分曝光之後成為咗醜聞，亦成為大眾娛樂嘅一部分。相反，憧憬娛樂圈嘅人，佢哋嘅夢想亦隨之幻滅。另外，呢啲事件亦顯示咗日本嘅社會文化，論年資排輩分，男尊女卑。要喺娛樂圈裏面發展，接受被稱為寢營業嘅出賣肉體形式活動，竟然係一個有效嘅方法。直到2025年1月尾，富士電視台騷動仍未平息，甚至有多個謎團仍未解開。唔少謎團涉及私隱，如果當事人唔親自剖白，真相永遠就唔會曝光。而家日本陷入全民名偵探柯南狀態，唔少人以雜誌上短短嘅揭發文章嚟堆砌出故事，推測誰是誰非。但事件重點係騷動涉及上市集團富士媒體控股旗下嘅富士電視台，所以部分謎團可能因富士電視台調查而解開。事件撲朔迷離，比電視台用心製作嘅劇集更引人入勝。最深日本以社會問題角度嚟探討呢一次富士電視台騷動。而家電視產業喺日本被冠上 Old Media 嘅污名，即係已經落後嘅媒體。尤其喺疫情期間，嚟自美國嘅 Netflix 同埋 YouTube 等等網上影片串流媒體大受歡迎，唔少年輕人已經減少睇電視，而轉為欣賞串流媒體。日本電視產業已經係夕陽產業，但行業比較封閉，冇致力改變求進，反而發生有關人權嘅醜聞，實在令人嘆息。呢一次富士電視台騷動嘅起因係源自中居正廣同一個女性之間發生嘅糾紛。嗰個女性懷疑係當時富士電視台嘅女主播。有關內容刊登喺女性週刊女性7嘅2025年1月2號同埋9號嘅合併號，出版日期係2024年12月19號。冇幾耐就係日本慶祝新年嘅假期，電視台會推出特備節目嚟吸引觀眾，贊助商亦會加強透過電視廣告作宣傳。中居正廣喺各個民營電視台都有擔任每個星期常規播放節目嘅主持或者出演節目，當然喺年尾同埋新年特備節目裏邊都會出現，係搶手嘅頂級藝人。女性7直到而家1月尾，連續4個星期都有刊登關於中居正廣嘅揭發報道。另外，週刊文春同受害女性接觸，並且刊登咗事件嘅一啲內容，但明顯迴避具體描述。而其他雜誌亦都有刊登相關內容。解開謎團仍然喺進行之中，所以暫時未有結論。不過喺呢個時候製作影片整理一下究竟發生咗咩事，仲會講解點解事件由中居正廣嘅個人醜聞發展成為富士電視台騷動。根據報道，事件發生喺2023年6月，中居正廣同富士電視台編排節目檔期嘅部長級職員 A 氏，仲有富士電視台女主播 X 子，總共3個人有一個約會。約會當日落住大雨， A 氏突然就話有事唔能夠應約，結果約會就變成中居正廣同埋 X 子嘅2人約會。喺呢度要留意，約會當日係落住雨，呢一個係一個重要嘅線索。約會開始嗰陣時，2個人又飲酒又傾偈，中途發生過咩事到而家都冇周刊作具體報道，但之後竟然發展成糾紛。因為事件發生喺密室裏邊，只有當事人先知道發生咗咩事，而家估計就連週刊都冇掌握事件嘅具體詳情。除咗當事人之外，仲有相關嘅律師從當事人得知到內容。中居正廣向 X 子提供咗9000萬日元嘅和解費，雙方並且簽署咗合約，唔能夠披露事件嘅內容，否則就要負擔所造成嘅損失。據說 X 子到而家都冇原諒中居，但因為簽署咗合約，
所以就算不滿都唔能夠透露詳情。估計除咗得到中居本人同意，或者有人負擔超過9000萬以上嘅金錢上損失，否則事件嘅真相就唔會公開，永遠成為謎團。根據周刊文春嘅報道，X 子透露咗事件係受到中居嘅性侵，仲有接受咗9000萬日元嘅和解費，進一步嘅詳情都係冇提及到。呢一啲係受害者 X 子單方面嘅發言，另一方嘅中居正廣冇提及係唔係性侵，亦冇提及到和解費，只係承認與女性之間嘅糾紛已經得到解決，仲提到周刊報道嘅內容有一部分與事實不符，所以性侵同埋9000萬日元和解費係唔係事實，到而家仲未有定論。睇咗女性7同埋周刊文春嘅一啲片面嘅報道，大眾已經陷入咗名偵探柯南模式，坐喺屋企裏邊向社交媒體發表個人推理，即係所謂嘅食花生。對佢哋嚟講，事件嘅真相根本唔係重點，最令人暢快嘅就係可以唔負上任何責任，無限發揮推理才華，作為另類娛樂。不過事件涉及身為傳媒嘅富士電視台，而且係上市公司嘅完全子公司，所以富士媒體控股要向股東作解釋。另一方面，事件亦屬個別人士嘅私隱，唔能夠隨意公開。呢一個矛盾令事件耐人尋味。呢一個中居正廣糾紛發生喺 BBC 於2023年3月7號推出揭發 Johnny 事務所性侵醜聞紀錄片之後，估唔到曾經隸屬 Johnny 事務所嘅中居正廣會鬧出醜聞，而且內容懷疑係性侵。9000萬日元嘅和解費可能暗示咗糾紛內容嘅嚴重性。一般嚟講，相似內容嘅和解費介乎200萬至到500萬日元之間，呢一次就超出一般情況嘅幾十倍。所以令人不禁想象造成糾紛嘅越軌行為。中居正廣喺2025年1月9號向收費會員發佈咗道歉文章，呢一篇文章並非作全面公開，對象只係忠實嘅粉絲們，即係佢因糾紛而道歉，並唔係要解釋糾紛嘅內容。可惜風波並未平息，而且發展至不可收拾嘅地步。令人可笑嘅係，中居正廣開嘅經理人公司嘅名叫做 Nonbini Lakai，意思即係悠閒中居。喺2025年1月中，佢所參加嘅電視同埋電台節目全部都停播，甚至遭到腰斬。佢喺現實世界真係變得悠閒。喺糾紛被揭發之前，中居正廣喺各個電視台出演共6個每個星期播出嘅常規節目，有富士電視台逢星期日晚9點播出，長1個鐘頭嘅《誰かと仲いい某人與中居》。呢一個節目原本係由隸屬吉本興業嘅搞笑藝人松本人志同中居2個人主持嘅節目，每集迎接佢哋想傾談嘅嘉賓。第一集更加請嚟前 SMAP 成員香取慎吾，但松本人志因另一個向女性性侵事件喺2024年1月開始停止活動，亦退出咗呢一個節目。呢一個節目名就由原本嘅松本中居改為某人與中居。或者睇起嚟2個主持同性侵拉上關係係偶然，但周刊文春報道，松本同埋中居曾經同時出現喺某酒店套房嘅約會，當中當然有女性參加。另外負責呢個節目嘅電視台高層職員 A 氏同松本中居關係友好，係佢提出製作呢個節目，而佢亦都曾經負責另一個由松本主持嘅常規節目 Why Donna Show，逢星期日朝頭早上10點播出，長1個鐘頭，係討論時事嘅節目。中居偶然會做嘉賓。呢一個節目將會喺2025年3月結束，而某人與中居原本同樣將會喺2025年3月結束，但因為中居糾紛，1月12號之後已經冇播出，而錄影咗嘅由岡田准一做嘉賓嘅集數冇播出到。而電視台喺1月22號宣布，因經過綜合考慮而將節目停播。富士電視台作出呢一個決定，好難想象中居正廣糾紛只係個人問題，或者係捏造嘅事件。除咗富士電視台之外，朝日電視台嘅中居正廣嘅星期六聚會，仲有 TBS 嘅中居正廣嘅星期五的笑容人們，總共3個冠名節目已經宣布咗腰斬。
另外，其他佢參加嘅節目，相關電視台已經宣布之後嘅播放唔會採用佢，包括2個節目，有 TBS 嘅 The MC3， 日本電視台嘅世界仰天新聞。除咗電視節目之外，同富士電視台屬同集團嘅日本放送宣布咗腰斬常規節目中居正廣 On and On Air。以上總共6個中居有份主持或者參與演出嘅常規節目，全部喺糾紛揭發之後，於2025年1月裏邊陸續宣布腰斬或者唔採用佢，咁樣可見中居糾紛嘅嚴重性。到咗1月23號，中居正廣正式宣布退出娛樂圈，電視台腰斬節目或者換班，當然要向相關贊助商解釋。到咗1月尾，已經有超過50個大企業贊助商決定唔喺富士電視台播出廣告。呢個話題會喺之後作探討。現時各個大企業贊助商嘅決定已經間接說明咗中居糾紛嘅嚴重性，亦間接要求富士電視台要調查事件詳細，同埋發表合理嘅解釋，否則就唔會再喺富士電視台推出廣告。但呢啲措施並冇針對其他電視台。當然呢一個情況對富士電視台帶嚟沉重嘅壓力，甚至遭到經營上嘅危機。但要冷靜咁樣諗一諗，點解喺各個民營電視台都有常規節目嘅中居正廣被揭發咗同女性嘅糾紛，但超過50個大企業贊助商只係撤回喺富士電視台播出嘅廣告？咁樣就意味住中居糾紛係同富士電視台有關。喺呢一度就要介紹一個令人感興趣嘅電視業界半秘密文化——上線女主播制度。下一集會講講中居正廣糾紛、富士電視台騷動，仲有上線女主播制度之間有乜嘢關係？睇嚟就算業界經歷咗 Johnny 事務所醜聞之後，唔透明同埋輕視人權嘅風氣冇被清除。相關勢力人士隱瞞住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而且利用公共資源嘅大氣電波嚟作為盈利同埋滿足個人慾望嘅工具。